如何通过摄影成功把家乡的美食推广到全国各地？这个故事讲起来真的很有趣。本来深度自驾旅行重庆的计划该告一段落了。就在我离开重庆的时候，粉丝给我推荐了这个村子。来了以后发现并没有什么特色。就在我用无人机升上高空拍摄，发现藏在几公里外山谷之间的小村庄。从航拍上看车辆没法通行，我就只能徒步进村。然后接下来发生的故事能让我吹上一辈子。风里雨里，好在村口等你。Hello， 大家好，我是简小白，这个是安妮，这个是波妞。看到我手里面提的这个菜了吗？咱们前2期视频差点没吃上饭。今天呢，我就自己准备好了食材我就不信这一期视频咱们还遇不上自己的有缘人，吃不上一顿饭这一次的村落我们依然要走路，要循着这条河沟，我们一直往里走。我不知道那里还有没有人住，我只是去碰个运气希望能够找到咱们的有缘人。去吧！今天天气时阴时晴的我们会沿着这条小路，顺着这个河沟一直往那个山里面，一直从那里走进去的进去的话大概要走1个小时左右一点点。这个路进来就是这样的小路我也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人家户，我是碰个运气，真的，因为我是用无人机飞出去1-2公里之外我发现的。重庆和贵州的交界处，这个村子它挨着大山所以这里边进来也挺舒服的。不能去玩水，有着2狗子相伴我的旅途将不再孤单。崇山峻岭的空气真的很新鲜，你走进这里面来，我感觉我神清气爽。只要不爬山都还好，要是一旦说要爬山就很难受。走这个路它是顺着河沟一直往里走，相对来说要好走一点。走累了吧？天然泉水，随便喝。这河水清澈见底他们2个喝得爽歪歪的，怎么像头猪一样安妮，你喝水，安妮脸都白了，眼睛这儿。你还别说，这种路还不好走，刚高兴的太早了，一点都不好下脚。他2个四驱的不担心夸夸的往前走。这个河沟已经干了，但是夏天应该会涨水夏天的话，这里面应该很好玩。哇，终于看到有房子了，前面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住在那儿我的妈就是那里，我看到了。哇塞，太美了吧！虽然天气不好，但顺着河道一直往里走，山谷之间虫鸣鸟叫，浅浅的流水声清脆悦耳。要不是风景还算漂亮，不然这乱石路走的真的会让人崩溃。我现在唯一祈祷的就是希望村子里有人，而且还是我的有缘人。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哇塞，看，哇，在我的视频当中经常出现桃花源是因为我常年带着2狗混迹深山当中，能听见狗的叫声就说明这里有人。那个狗狗看到我们了这上面还有很多风筒，还挂着有衣服从这个痕迹来判断的话，应该是有人在这儿居住的，是吧？我最担心的是这个点进来人们都出去干活去了。你看还有这边这栋，哇，这么好的地方搞民宿我先带着安妮波妞去那栋房子看看。看它这里还有一栋，这种老木屋完全就是跟我们小时候住的那个一模一样。终于见到村子的那一刻太惊艳了，让我想起了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就像邮差背着信件走了很远的山路，给一个又一个的村子送信件，抵达村子时的心情。就在这一刻，哪怕我没有遇见有缘人，发现这么一处世外桃源，我也觉得值了。这个是干啥的？里面你知道的兄弟姐妹吗？它这个也是一个独木桥从这儿走过去，我去，这个桥中间是一个折叠的，有一个人在那儿安妮，走你们先去打头的。可以走。我去，它这个中间是折叠起来的，看着就有点害怕。老辈子你好。在哪里来？我从道真过来。哟，你们那边住的人多不多哟？我人多多我们是来这耍，专门逛。我得坐哈好，感谢。你们那个地方安逸哎呀，对头亲近对头。不对头。你个人在家，老板呢？在外面耍。在外面耍。真的吗？坐会儿嘛。好。
有豆蒸来了。啊，对的，道真过来耍，专门来这边。你在豆蒸哪个位置啊？道真三桥儿，你晓得吧？三桥我去过的啊。你去过了啊？我们就是三桥儿镇的人，说话跟你们口音差不多这样的。啊。那里面夏天热不热哟？不是，我不是们这些凉快哦。那里海拔有好多？这里不高那个可能600-700米应该有啊。有点。那贵姓了人？周。姓周啊。那里面还有好几户人家呀？这里有4、5家人在这里。4、5家人哈。我给你倒开水。好，要得，谢谢老鬼子。我来喝点蜂蜜水给你吃。要得，因为你们那个屋头整得干干净净的，干干净净的。你那个蜂蜜是白花蜜吗？对。哦，好多钱斤啊？每个8块。哦，8块钱斤哈。感谢老白子。闻到蜂蜜的味道了，我都。哎，还要喝哈儿。哇塞，闻着都有一个清香的味道。你贵姓啊？我姓简。姓简啊。啊，三桥儿那边有姓简的了嘛？你叫我小白。闻起清香。蜂蜜安逸。这是顺天然的。纯天然。你把腿放下来嘛。来自眉山2爷，笑一个老白子。安妮走路走累了。安妮，好，水嘛，水你的。下面的水不管啷个干和上面的水不管啷个干，就是你们那滩儿的水它不干。哦，它下面是一块石板。哦，你们那个地方风水宝地吧还是？我把前年子弄的干化，这火干它都没干到。哦，反正两头两间都干的。两边它干，中间不干。和大叔拉了一会儿家常，原来他们在外面都有自己的新房子，只是在这里养蜂蜜，搞了一点小产业，算得上是一个职业养蜂人。不过这蜂蜜100元一斤，你们觉得贵还是便宜？我都再去逛哈儿，一会儿我给你把照片打送过来。好，那你都先坐去耍哈。哇塞，一走出来就非常的舒服啊，这主人家还挺热情的。一会儿再给他们把照片打过去啊，先来这边转转再。感觉他们这些基本上都搬迁了，这家也没人，放的有几个风筒啊，这个一看就是没人了，这个都不用叫了。哇塞，真的很美啊！伯牛干啥？你觉得你能抓住他们吗？我发现最近我们去的村子好像都在养蜂蜜啊。哇，这上边也有这么多蜂筒，那都没人啊！你看，锁着门的，这水还挺干净的，应该是。这里，安妮，我叫你喝水，没叫你撒尿。你是真的，哎，喝吧，喝。这小阁楼，你看这上面真的挺舒服的哈。吊脚楼，这个是啊，给你们展示一下。没见过吊人楼吧？啊，我这个腰椎间盘就是要这样吊一下。哎呀，我去，吊一下舒服多了身上。耶，老贝子，干啥嘛？来耍呀？那你家哟？你们就你一个人在家啊？娘啊？太平为主去了。太平为主去了。没想到这里还有这么几户人家，不牛，就他一个人在家。哎呦，我以为见不到鸡哥了呢，还有鹅呢，那儿也有鸡哥，长得很好吃的样子。你的做。要得要得，那个就是你家哦。你意思，你意思。 2栋啊？耶，你那个要得，搞起2栋房子。起啥作用？这些烂房子。你莫说，那些都是财富啊，真的，正儿八经的。这些烂房子送人都没人要。哎，你送我啊？可以噻。你送我，我真的要哦，我不开玩笑啊。耶，你们那个鸡自己喂的啊？好多斤了？我们这里卖的25。还可以，那个鸡土鸡没喂饲料噻？没，喂包谷子，它供放啊，吃点草嘛。喂包谷子哈。蜗牛，蜗牛，你想吃鸡是吧？给你套上啊，惩罚你。德龙。德龙那边的牲口。他是说3路。好多钱一斤咯？100块钱斤，过年的一天。那个鸡有啷不同嘛？卖起恁个贵？他要吃这个干些，对的人得些的些。100块钱斤有啷不同嘛？300块钱够。300块钱一个，100块钱一斤。啊，他基本上都达到100块钱斤了。天嘞，你们那个房子，耶，你屋头整得干的？干的，个人在屋里没搞起。旁边有人没得哦？有啊。有啊。3个啊。哦，干干净净的，整整洁洁的。哇塞，你看这个烟雾，
这个角落非常漂亮，拍照出来，我准备拍一张啊！我给你拍张照片送给你，那点好看。你来12了，往前面站一点点了，对头。看一眼我这里，3、2、1，笑一个。教一下大家怎么拍照啊！正好咱们的老贝子愿意当我的模特，看到背后的那个烟雾没有？那束光正好往下倾斜。老贝子呢，他正好要弄这个洋芋啊，就这个场景，拍一张效果很好，看到没有？这效果就非常棒。你馋你的洋芋，我喊你看镜头，你都看一眼我这里就行了哈。快门定格的那一瞬间，摄影的意义在此刻具象化了。这就是人文摄影的魅力。你会因为拍下一张满意的照片，忘却了这一路劳力的奔波。好不好？好。我一会儿打印了送给你。你是搞哪个的哦？我们搞摄影的，专门摄影拍照的。走到哪个地方都有哪个地方可以。哦，拍风土人情嘛，每个地方不同的风土人情。还有这个角落，坐在这个位置烤火，然后你朝着这个地方拍一张，也挺好看的。还有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要怎么拍呢？这个位置光是从这里来的。送个南瓜给啊？哟，不用。这个南瓜很好。是啊，好，你这个我看到都馋。好，我们接着刚刚的那个讲，是不是在这儿？那个光线是顺着这里来的，被摄对象 model 就站在这里，正在干活，这里再补一点光，因为这自然光的不够，你要考虑到背后的光线不要过曝。咱们拍摄的时候呢，就要给它补一盏灯光，站在这儿拍就特别好看。能够老贝子，我去旁边人家看一会儿，你问他们要不要拍嘛？拍嘛，我都一会儿就跟他拍一张个嘛。哎，好像就整你们2家人的哈，其他没得别的人的。老贝子，要拍照吧你？送给你个嘛，留个纪念嘎，留给后人嘛。来嘛，不要做敲哟。对，你就让我拿起。看我这里老贝子，你笑一个就行了哈。准备3、2、1，笑一个老贝子。现在给2个老贝子打印照片，只要有电就可以了，随身携带打印机和相框相纸。现在要把照片从相机里面导出来，调一下，然后就可以传输到打印机里面开始打印。哎，叔你来，正好在打印照片。好啦，照片打印出来了，看看这个光影质感多好，3张非常的有质感。来，打印出来了，拍得好噻。可以。这个年纪大人看拍了美得好的话，用得过。我们那个人生在世啊哈，世事无常嘛哈，就小的看到起我们的老的照片，嘴巴一歇起，小的他跟着你一路嘴巴歇起笑啊。我那个技术还是可以哈。笑眯了你的这张照片。你们那里搞晚饭好久搞哦？晚饭是我们走啊，有7、8点钟。我的想法是我们带起菜的，我们一会儿看在哪个家，我们一起整嘛。你们出点米啊，出点油啊，我们打伙吃。晚上整2本嘛。看他们2家跟我手不来。啊，我说我来煮。自己想吃。你们哪个邀请我都哪个就哪家的，还可以哈那张。显年轻你那张。你还那会儿还要出去哦？走远不？在上面去了，你让木盆那些偷管子。木盆偷管子，你们听懂了吗？木盆，那就在你家整吗？可以啊。我这里菜你看嘛，还有肉，一会儿一路来吃哦。你整完了？大家看我是不是吃鸡都吃腻了？那今天我自己准备了食材，给村里仅剩的几位老大爷下厨。这第1道菜呀，土豆丝。我再次重申啊，我的土豆丝超级下饭。第2道菜，咱们大贵州的酸汤鱼。我保证啊，让这几位大爷吃了，这一辈子也忘不掉我。菜藤要多少嘛？这个还没得。哦，这个菜可以，我们一人斗一点，都斗起了。没事，要好些我去拿。够了。我们今天就不杀生，就不去找鸡哥、鸭哥、鹅哥、西红柿啊，做酸汤用的。然后我自己还带了辣椒。本来我是想在你们这里买一只鸭子，整啤酒鸭。但是我发现没得鸭子的。鸭这个我跟有个我都有嘛应该。哇我都有。鸭子好多钱斤呢？25、30。5根土豆够不？够的哈。那就4根嘛。耶，拿起回来了。那个菜头给你，我在那儿来拌菜的。有人老是说我的土豆丝切得不太好，说实话，用这种刀
切出来的土豆丝能切成我这样，我感觉我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要再说我了啊！你们自己看，很湿了。很熟悉的呀。我那个很熟悉的我看。啊，土豆丝已经切好，然后下面做第二道菜的就是咱们的酸汤鱼啊。番茄不怕多啊，因为这不是那种毛辣果番茄，可以多搞一点进去，全部放了嘛。洗一下子，好的好的。这个番茄呢，我是准备怎么做啊？先把它切成那个带片儿的啊，切个2个完整带片儿的，一半用来把它做成汤汁儿，一半是完整的用来吃的啊，把它放在一起。土豆丝、西红柿，那个鱼肉呢是提前准备好的，然后就是切葱花，辣椒切好了，大蒜他们没有，嘿嘿。过2天摇身一变，旅行博主，做一个不被定义的博主啊。咱们开始炒土豆丝啊。OK。我就喜欢把这个土豆炒得非常趴的，再加上老辈子他们牙齿不太好啊，尝一尝啊，先。可以了。让你尝尝我的手艺。OK， 准备第2道菜，炒菜坛儿，我非常喜欢。炒菜坛的话，这个油就不要用多啦，因为是炝炒，所以少放点油。OK， 就要准备好辣子。有人说你怎么把葱直接就放进去炒啊？这个是蒜苗，因为他们这边没有大蒜。很简单，炒这个。好香哦！这个酸汤不要等它太沸了，你再放鱼进去啊。本来是不提前放鱼的，但是它没有那个电磁炉啊或者啥的，就只能把鱼先放进去，煮好了端起来这样吃吧，应该是够吃的。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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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老辈子刨的胡辣椒，一会儿用来蘸这个鱼吃，相当霸道。上菜啦！来嘛，坐嘛，坐。老辈子，你们，啷个还成我家的哟？准备开饭喽，老辈子，来，碗给我，我给你们把饭打起。他不来吃啊？他不来，他脑壳昏。给你多搞点哈。鱼好了，好了，好了。嘿嘿，那个是我们贵州的特色酸汤鱼，尝下嘛，老辈子，你们尝下，专门是我们老家带过来的原料。有点怎么样？好，怎么样？真的香，真的香吗？真的香。没夸我噻，你不要说违心的话哟。不是夸，这是实话直说。实话实说。我们是直来直去的人。啊，可以哈。会把那些出身一般的好。真的你那个不错。在很多佐料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依旧做出了如此美味，就连主人家吃了都赞口不绝。这难道还不值得被屏幕前的你表扬一下吗？看到这儿啊，我希望弹幕飘满整个屏幕。白师傅，你可太厉害了！希望你们幸福快乐，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哈。你们三位同志国姓啥呀？我姓简，小白，那个是我堂弟，他也姓简，那个姓陈，包进城嘛，河口城。陶二陈，也是你们重庆的。你这人啊，直接当个厨师嘛，我把一个不接。你就说那话呀？哎，只要不是我是夸牛牛，这个叫实际了啊，虽不是用我来吃的，我讲个谈，别个吃了他都要谈说是有点儿做事了啊。真的吧？是真的嘛？哎，其中还有一句话，胃口的个不一样，但是你这个把那个味的话，70%以上嘛。你就看就办点鱼哈，我们不要得一些管子，南川管子，根本鱼我上都不上。你这个厨师先自己他处理了，那是80%的他都是那个小太有的。哎呀，我太高兴了，我真。这样子这个省得是在南山些开点管子些办你这个办出来嘛，真的只有和你搞它不一样。那喜欢自助多吃点哈。你们既然说那话，我太高兴了，真的。就是你办这个路。听了2位大叔的话，心里啊又是感动又是酸楚。他们如此高的评价，我相信绝不是吹嘘，
而是他们从未想过会有如此一位年轻人跋山涉水，给他们又是拍照又亲自下厨，情绪价值给得满满的。所以一个不会摄影的厨师不是一个合格的旅行博主。你们3个在这写吗？我一会儿下去，车停外头的，停到外头的，我还是要下去。车的问题，在广湖叫他走过，你就管放心，你10天8天去都没事。我晓得，但是我们下起来是因为还要赶路。哎，这个我是直说哈。啊，晓得。您的老年人在家头，我们3个年轻人在这不方便。老这个都没啥子个，只要你不嫌弃。我跟你说实话哈，你们随便整哪我都吃，我都不嫌弃。要我们随便整，你要知道我们整的那个口味的话，出去点里边谈够。哎呀，你随便整哪我都吃，我屋头老的，他们随便啷个整，我反正不嫌弃。有人跟我整，我开心。哎呀，我也喝一小口儿。吃好了没，老辈子？炒的。吃好就行哈，我也吃好了。你这个下乡来，我都快要80了，20出，没哪个像你这个来那里吃。以后有机会再聊。我很认，好，感谢，来嘛，感谢老辈子。这边转移了，很认哈。好，我都走了哈，老辈子们。好。完了，现在还要走这个路，走着回去，还要走很久，有点晕了。如此高的评价，兄弟姐妹们，太开心了！你们知道我的厉害了吧？能文能武，那个老大爷说的。我也不知道说啥了，就这样吧，拜拜。每当我回想起这几张照片，回想起这个夜里他们欢声笑语的样子，还有那么肯定我的话，此举不仅推广了自己家乡的特色美食，还收获了2张满意的人文纪实照片，我真的能吹上一辈子。